你好，这里是三居兄弟。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2年0至10万元各价位段高性价比汽车推荐。我将每款车型推荐的时间表列在视频下方，所有价格均取自厂商指导价和经销商价格，且各个车型的参数、性能、推荐理由均会在视频里标出。做这个系列是因为后台经常有车友问我，预算5万、预算10万都应该买什么车？想到很多观众也许都有相同的需求，索性做一期完整的推荐视频。由于工作量太大，光是做视频就花了3周时间，这是真的很累。所以本期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记得关注3连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数据好，我也会把这个系列继续做下去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首先从轿车车型说起，这里先说一点，10万元价格区间通常还是 1.5T 排量偏多的。有网友说这和政府政策有关， 1.5T 现在只需要征收3个点，超过则征收5个点了。既然都是 1.5T， 基础硬件已经在这儿了，厂商能做的只有调教的优化，最后动力体验上都还是大差不差。今天推荐的第一款车型宝骏310，这是50旗下的一款小型2厢轿车，就空间方面和它所属的定位而言相当的夸张。车身长4032，宽1680，高度为1450，而轴距则是达到了惊人的2550，既能载人也能拉货，非常符合50实用的定位。310全系搭载的是1.2升发动机，起步方面软一些，非高速状态下操控和舒适尚且不错，油耗差不多在6个左右。价格方面，这款车相当实惠，符合宝骏的一贯套路，就是要比你大，比你好看，价格还要更便宜。目前宝骏的指导价从 4.09 万到 5.29 万不等，最低配的超值版基本是裸配，主副驾的安全气囊直接就没上。舒适型以上会搭载安全气囊，在某媒体拆卸后也发现，宝骏310也没有搭载后防撞钢梁 ，ESP 配置也有所不足，这些都可以说是宝骏最大的诟病。但也有部分车主认为，这样奇葩的价格配置组合，正是来源于50对中国下沉市场的洞察。很多人买这款车只是为了代步和拉货，这些对于真正会买宝骏的人来说，未必觉得安全气囊一定得是标配。第二，吉利帝豪这款车一直是吉利攻占紧凑车市场的拳头产品，问世以来的总销量已超过300万台。第4代的吉利帝豪全系标配 1.5 升发动机，指导价从 6.99 到 8.89 万不等。地方经销商呢，往往可以便宜2到3千元的价格谈下来。我推荐购买 CVT 尊贵型，在堵车时跟车会有一个很好的平顺性。吉利帝豪的内饰是超乎我预期的，车内的软性材质覆盖率超过了 85%， 豪华感在同级中比较强。可惜数字仪表盘表现一般，颜色仅为单色。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扭力梁的组合，日常道路行驶对颠簸的过滤都做得不错。第三，长安悦享这款手动豪华型的价格在经销商可以谈到5万出头，性价比很高。由设计大师卢西阿罗操刀设计，外观时尚，车身长度达4360，在紧凑车型里位列靠前，足以满足家庭的日常使用。动力方面，搭载一台 1.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07匹，最大扭矩145牛米，悬挂结构为前麦弗逊独立悬挂，前置前驱，起步会比较肉，不太适合追求操作的车友。比较大的缺点是，用户反馈存在减震等车身部件异响、刹车偏软等问题。悦享早前有4个配置款式，舒适型比基础款多了 ABS 加 EBD 系统，驾驶座安全气囊头枕调节；豪华型增加了铝合金轮圈，副驾驶安全气囊、尾箱照明灯，差价为3000元；尊贵型则增加了隔热玻璃、真皮座椅、倒车雷达，差价为2000元。我觉得低配车型缺乏安全气囊，最基本的安全得不到保证，不推荐购买。相比之下，舒适型才是最香的配置。第4，比亚迪 F3。虽然此时的比亚迪已经砍掉了燃油车生产线， F3 在去年10月就已经停产，但今天依旧可以在经销商以一个不错的价格拿到。比亚迪能有今天这样强的地位， F3 算是最大功臣了。这是一款逆向研发丰田花冠的 A 加级乘用车，花冠的前脸，飞度的尾部，威驰的腰线，生命周期里总共卖出了300万辆，也是比亚迪在收购秦川汽车后第一款自主研发车型，性价比高，且空间宽敞，高端车型有着丰富的配置，100公里的平均油耗在7到8升左右。F3 采用的是 304G18 的发动机，配套5速手动变速器，这套发动机一直以经济性著称，动力方面也能满足基本要求。过去老款的 F3 经常有车主反馈异响、漏油、大灯进水等毛病，整体配饰工也比较差，但新款后这些毛病都有较大改善。不过0至10万元这个价位段，咱今天推荐的大多车型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，毕竟预算限制在这里。F3 在二手市场5至10万公里内的都可以在2万价格内拿下，就代步而言已经超值了。第5，推荐瑞城 CC， 厂商指导价在 7.79 到 11.29 万元间。
而在经销商那，个别车型能谈到优惠 1.5 万元的价格。这里先说一声，睿城 CC 的保值率是相对较低的，1年时间随随便便亏2万。如果你对保值率比较在乎，这款车就不太建议买新车。但咱逆向思维一下，一台车各方面配置都很均衡全面，二手车的价格还很低，这不就是理想的代步车选择吗？我推荐这款车的理由还有一个，之前长安布局旗舰轿车时，有推出一款车叫睿城 CC， 指导价在8至14万元间，可惜市场反响并不好，最终只得迭代后更名睿城 CC， 还自降身价下放到了 A 加级轿车。长安也有把自己自研各种好东西都装在这台车上，但可惜最后销量依旧不容乐观。不过咱今天主题是性价比小车推荐，评选标准以性价比为主，并不怎么看销量来推荐。第6，长安逸动 Plus。这款车定位家用舒适型，分别为 1.4 升、1.6升两种配置，外观上略有区别，但都相当的拉风，颜值在线。长安逸动 Plus 在底盘调教上非常适合在城市道路上驾驶，可以有效隔绝细微的抖动。这台车的语音操控功能在同级别里算做的最好的。如果希望油耗低一点，不追求驾驶，可以选择 1.4T 版本，顶配版落地也才10万出头，舒适度也不错。这车的缺点主要在变速器上，从车主的反馈来看，经常出现一些异响顿挫的毛病。这里我补充一个知识点，汽车经常发生小毛病，往往都来自零配件的质量和工艺问题。如果有大毛病，那基本就是来自设计工艺和技术标准问题。如果真的有，车企一般会直接召回车辆。SUV 我们的推荐依旧不分先后，然后10万元以下价位可以选择的 SUV 确实也蛮少的，所以推荐车型不多，也欢迎各位车友在评论区推荐你种草的 SUV 车型。第一，吉利远景 X3， 官方定价为 5.29 到 6.89 万元，车身尺寸比较小，长度只有4005，宽度也仅为1760。 SUV 的底盘高，在农村或者路况不好的地方会比轿车更加实用，因为价格实在太低，这意味着 X3 在配置方面会做较大的妥协。全系没有标配 ESP， 低配车型缺乏倒车雷达、影像、中控大屏等配置，内饰用料相对平庸，动力表现不足。一般买这款车的用户多在25到30岁之间，往往是工作不久的大学生想买车代步，或者给家里的女主人添置一台买菜车。虽然这款车配置表现平平，但在6万元价位做到月销量破万，足以证明市场对这款车的认可。第二，哈弗 M6， 这款车是台中规中矩的水桶车，各方面表现都一般，但推荐它的理由很简单，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价格。和哈弗 H6 相比，它可是足足便宜了3万元，在6至8万元价格段， M6 凭借将近中型车的尺寸，足够大的空间，在同级别车型里鲜有对手，曾经月均1万的销量也足以证明这一点。M6 和 H6 相比，主要差异在于发动机技术和车内配置。M6 发动机要略差一些，从汽车内饰来看， M6 更像老款的 H6， 其他区别都不太大。不过长城的汽车起名真的很花哨，别的品牌都是舒适型、尊享型、至尊型，它是赤兔、初恋、哈士奇，搞得消费者每次都是一脸懵逼。这里我简单讲一下，如果你预算充足，家用就可以直接选 H6， 喜欢年轻运动一点就买 F7。不过这两款主销车型都超出了10万元了，10万以下 M6 和初恋的3大件都是一样的，两者仅是造型、尺寸、配置的区别，初恋定位会更年轻一些。第三，长安欧尚 X5，这是一台主打年轻人市场的紧凑型 SUV， 车身尺寸为4490乘1860乘1580，外观设计时尚，搭载了最基本车联网智能功能。凭借较低的价格区间和出色空间表现，上市以后一直有着可观的销量。欧尚 X5 采用了蓝鲸动力 NE 平台的 1.5T 发动机，最大功率132千瓦，峰值扭矩300牛米，因此提速流畅，动力足够满足日常需求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欧尚 X5 提供的大部分车型都仅有前排主副驾驶安全气囊，安全配置方面不到位。X5 全系没有胎压显示、电动后备箱、后排中央扶手、杯架等配置，阉割严重，实用性上有一定遗憾。关于驾乘的舒适度体验方面，车内 NVH 控制较差，隔音不行，作为家庭的长期用车可能并不让人满意，但作为车主通勤代步又足以完美胜任。第四，奇瑞瑞虎7，这是奇瑞依托 T1X 平台开发的首款车型，前脸设计风格走前卫个性路线，采用3辐式进气格栅，车身尺寸为4500乘1842乘1746，在同级别里只能说中规中矩。后排腿部空间不会感到局促，后备箱较大，可以满足家庭旅游装备、行李箱的需求，必须的安全配置也应有尽有。另外，奇瑞算得上是一个非常良心的自主品牌，首任车主提供发动机终身质保，当然也会有一些限制条件，我列在视频分镜里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。但这样的售后政策足以说明奇瑞对自身品牌实力的自信。推荐来到新能源这边。近年因为电池原料上涨和缺芯的缘故，新能源车型普遍价格上涨，
在我正在写稿子的时候，一些车型即使亏本卖，也不打算涨价，都直接停产了很长段时间。比如小姐姐最爱的黑猫白猫，在这些因素影响下，10万元以下价位可以选择的新能源性价比小车真的不多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这个价位买轿车最划算，除非是你所在的城市限牌或者添置第二辆代步车原因啊。新能源车型首先推荐50宏光 mini EV， 新能源人民需要什么，50就造什么。这款2020年7月上市的小车，乍一看像是日本的 K Car， 也有一点像村里的老头乐，最低只需3台苹果旗舰机的价格就可以全款拿下。买 mini EV 的推荐理由有很多，一是价格低，可以上绿牌，像上海这样的限牌城市就长期是 mini EV 月销量最高的地方；二是停车方便，好开好停，且使用成本低廉。现在油价都进入9元时代了，而 mini EV 通勤20公里的成本才在1块钱左右。三是功能性实用，适合作为2.1线城市生活的代步车。目前 mini EV 提供120公里、170公里续航的车型，足以满足城市通勤，而新上市的 GB 版本甚至拥有300公里的续航，即便是在城市周边来回跑也一点问题没有。当然50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足，但当你面对它的价格的时候，都会选择原谅。总不能说就花了 EV 的钱指望买到 EVO 的性能吧。而与那种村里的廉价老头乐相比， mini EV 则将化身战神，完全是降维打击。在消费者的使用中， mini EV 逐渐化身为大玩具。根据官方数据，几乎72%的车主都会选择改装 mini EV， 费用通常也不过6-7千，开在路上回头率拉满，男女通吃。第二，比亚迪海豚在年初比亚迪就有对经销商网络进行新的整合，把翼网迭代为全新的海洋网，和王朝网双线发展。这次王朝海洋两家网络不再是高低端之分，而是品牌调性的区别。海洋相比王朝定位更加年轻运动一些，海豚便是比亚迪海洋体系的首款量产车型，也是 E3.0 平台第一款车。车身尺寸方面，海豚长宽高分别为4070、1770、1570毫米。拥有2700毫米的超长轴距，比同级别纯电动车长50毫米，比同级别燃油车长150毫米，为用户提供媲美 P 级车的空间体验。海豚空间利用率很高，很多人第一眼海豚的长相就觉得不该卖10万，觉得卖得贵。但实际上这辆车反而是比亚迪的精品战略，用了很多黑科技配置，越级配置，在安全性上下了功夫，是安全同级别唯一使用贯穿式气囊车型。不过今年因为缺芯和电池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原因，海豚最终到手价涨了数千元，很多车友就关心它是否还值得购买了。我觉得综合下来还是值得入手的。刀片电池、热泵系统、8合1电力总成，这些都不仅让它拥有了充沛的动力，在续航方面也非常优秀，5分钟就能充电150公里的续航，可以说是完美解决了用户的里程焦虑。客观来说，10万元以内价位，你很难买到一台各方面都均衡的小车，这个价位往往在安全配置上都会有些许不足。我今天种草也只是基于个人感受的主观推荐，当然也下了很多功夫查资料和对比。新手小白购买第一辆车，最好和身边懂车的朋友一起，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，把钱花在刀刃上。下的功夫越深，购买的车型便更加合适，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。这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。最后，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或者有聊到你心仪的汽车型号，不妨给我一个关注和3连。如果视频数据好，这个系列我也会一直做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